各位老少爷们儿，大家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7。这个时间呢，一般大家都准备回家吃上一顿美味的晚饭，结束一天的工作了。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00年前，现在我所处的这个位置才刚是开营业，然后我们正是歌舞升平的时候。如果您是对这个名字有兴趣的话，就跟着我们镜头一起往这边看。这儿啊叫百顺胡同。可能这个名字啊并不那么如雷贯耳，但是如果我说出它以前曾经的一个代表的魂名的话，您可能有印象，它就是八大胡同的所在地。这八大胡同啊，其实诞生于我们的清朝乾隆年间。当时如果你看到了我们在胡同门口的那些雕塑呢，你可能能猜得出来，这条胡同呢，百顺胡同其实原来并不是八大胡同这么一个历史地位，它呢是一个徽班进京，然后我们京剧艺人的一个落脚处。但是随着我们的时代发展呢，我们的工商业逐渐发达，但是由于我们的北京当时我们的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调，这边呢又诞生了许多我们的穷苦人家的一个落脚地，所以呢这边就逐渐的形成八大胡同这么一个历史上特别有名的一个红灯区文化的一个所在地。所谓这个八大胡同啊，其实并不是单指的一个8条胡同啊。这个8呢，在北京人眼里啊，其实只是一个虚数。我们在雅一点呢，我们可能听说过燕京8绝；俗一点呢，我们可能又听说过我们的天桥8怪。这个呢，只是一个虚数。其实上，这片红灯区所在的一共有10几条胡同，但是我们这8条胡同啊最为有名，而且这个8呢比较吉利，听起来这个虚数也比较好听，所以我们一般管它叫八大胡同。上面的雕塑呢，就反映了当时我们的徽班进京的时候，我们这些徽班的艺人呢，流落在我们的现在的百顺胡同地区，然后形成了这么一个我们的艺人的聚集地。上面写着一些我们的当时的一些口号，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坛，也就是说，我们当时的徽班进京的京剧艺人呢，主要都生活在此。其实这八大胡同所在啊，这还是挺有历史渊源的。它刚开始并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红灯区，然后如果你对历史稍有了解的话，就会知道我国呢在道光年之前，其实是基本都是一些男宠或者就我们叫男妓、男性唱优，直到我们的光绪光绪12年左右，也就是1887年左右。北京登记在册的所谓的一些红灯区，或者我们说的俗一点的，就是所谓的妓院，登记在册的只有37家，每家也就是大概10余人的这么一个规模。所以那个时候登记在册的一个所谓的唱优人士啊，大约也只有300多人。这一片发展起来是民国时期有了特别大的一个人员的一个密集的一个发展。我们在民国时期呢，曾经有一个调查。当时北京人口的性别比例，女是108，男呢是160，这么一个非常极端而且一个畸形的人口比例差别呢，造成了这么一种男性青壮年劳动力然后极大的富裕，而女性呢极少，所以呢也加深了我们这个八大胡同这么一个地区的一个流英的一个聚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在民国时期，我国的人口贩卖是非常严重的，在北京地区尤甚。那个时候，我这边八大胡同的娼妓人员呢，其实主要啊，是因为我们的一些失足的妇女，她缺少了一些自己独立谋生的一些手段，因为没念过书，那个时候想读书的女孩是特别少的，而且家里可能也没有这个环境和条件。还有呢，就是那个时候一些女儿可能早早的嫁人了，但是可能我们的婚后生活并不和谐，然后天天遭受家暴啊，然后甚至一些不公平的一些对待呀，或者一些婆家的一些苛责呀，然后自己委身于八大胡同自己谋生，大概这就是我们八大胡同的一个人员的一个来源。实际上八大胡同呢，只是一个北京地区我们妓院这个红灯区的一个最高端的地方。其实北京或者乃至于全国这些地方呢，都有很多的红灯区，而八大胡同呢，只是我们所谓的更高档的一些我们的风月场所。
而这个我们的八大胡同，甚至我们的北京呢，如果那个时候深究起来的话，那个时候我们大概有分4大类。第一等呢叫轻饮小班，第二等呢我们叫茶室，第3等呢叫做下处，第4等呢叫次下处或者叫老妈堂。这4等呢是根据我们的风月人员的一些姿色，还有一些会的才艺而不同，当然收费报价也不一样。这个牌子上面写着百顺胡同49号茶室，大家其实要关注的只有茶室这2个字就可以了。这个茶室就是所谓当时8大胡同第2等我们的风月场所，第1等轻饮小班，第2等茶室。当时这里面的姑娘呢，如果服务一次的话，大概是5到4块大洋。各位您看见了吗？云集班旧址，当年小凤仙儿就是在这儿。这所谓的某某班某某班啊，其实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轻饮小班的一个其中的一种。所谓轻饮小班呢，就是我们当时8大胡同里风月场所里等级最高的一种，所谓的妓院。里面的一些姑娘呢，那都是基本上维持在16岁到18岁这个年龄阶段，而且其中和我们的2等、3等、4等那些场所不一样的时候呢，是其中他们这种轻饮小班，大多数姑娘是卖艺不卖身的。如果你要是看过前段时间大火的年代剧《觉醒时代》的话，你就可能对一个剧情比较有印象，就是在大概前1、2集的时候吧。里面张峰仔在回国的时候，拉着几个喝的腿都水曲柳的一个小兄弟，然后说：“哎，咱们去轻饮小班去坐坐，乐呵乐呵。”其实来的就是8大胡同。轻饮小班啊，就是最上等的一个风月场所。但是轻饮小班啊，里面其实大家一般的普遍的都认为它是卖艺不卖身，但是其实呢，有一些个别的情况也是有卖身情况的存在。这个东西啊，就像咱们的现在那个直播一样，我们当时在一些我们的轻饮小馆里啊，有这么一批姑娘叫做清官人。所谓的清官人呢，就是纯卖艺不卖身。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特别有钱，还想一亲芳泽，那也有办法，你就不停的给我们的清官人呢叫做花头。所谓的做花头呢，就类似于现在直播那些女主播的打赏。一次打赏呢，基本就是12块左右大洋，一个大洋呢，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4到500块钱左右，您自己挨个算去吧。号称说当时的总理，我们一次的寿宴好像打赏了500多个大洋。如果您要是仔细算一下的话，这简直是有一笔巨款了。如果您的打赏足够了呢，那老鸨子可能就会就觉得把这姑娘意思就是说许配给你了，但其实上就是完成一次性交易。当时这种清官人在第1次接客的时候，我们叫拢梳，就是我们的梳头发那个意思，拢梳。而且仪式也比较庄重，首先呢会打上一些红色的灯笼啊，还有一些红色的一些彩绸啊，然后还点上龙凤大蜡烛啊，这就是仪式非常庄重。当然了，这个剩下的事儿啊，咱就甭多说了，大家都明白。如果大家看过一个电影叫做《新龙门客栈》，里面张曼玉演的角色金镶玉，她中间有一段唱腔，就是8月15点蜡烛，这个蜡烛就是和我们现在8大胡同里面的清官人点蜡烛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完成一次亲近之好。如果要是说您这个清官人接了客了，他以后就不能叫清官人了，我们就管他叫浑官人，浑水摸鱼的浑，或者叫红官人，这就是轻饮小班这么回事儿。这8大胡同这儿啊，您别说，还真有不少文化人。除了刚才咱们说的那些啊，小凤仙、赛金花什么的，您要是但凡是个中国人，您就知道梅兰芳是不是2大表演学派之一？梅兰芳祖居就在这儿。如果您要是有兴趣的话，您应该自己来看看，这其实还挺有历史年代这种沧桑感的。或者锁着门呢，现在估计也是人家。您要是想进去啊，估计也费点劲，您啊外边看看，可能也就差不多得了。这个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轻音小班，我们就改的，但是这字儿写的不对啊，这上面写的是轻音小班，这俩字儿不对，应该是轻音。
应该是这个清是对的，吟是吟唱的吟，别想歪了啊！清吟小班。现在啊，其实还有好多老住户啊，一直都住在这八大胡同这片区域。比如说像我一哥哥，他就住在百顺胡同那边，就住在刚才咱们说的那个云集班旁边。说每天早上一大早起来呀，天还没亮呢，眼睛没睁开呢，就外面一堆所谓的黑导游就跟他说，哎，当年小凤仙和蔡锷就在他们这个屋子里定的情，给他烦透了。所以啊，我也特别能理解现在好多这边的民居啊，都写着私人住宅，请勿参观。你说我自己在这做着饭、睡着觉，待得好好的，弄一堆人天天跟他说，哎，这原来是窑子，恶不恶心？你搁着我也恶心，挺烦的。哎，没办法，谁让您就住这儿呢？这片也拆不了，是吧？哎，没办法，我们北京人啊也有这种烦恼。住在这儿啊，不是不想搬，是这边他不让拆迁。所以说呢，我们这北京人啊，不是说出来就带着房本出生的，没那个啊。你看我们这住的这地儿啊，也挺破，大家啊也都是4、5口人，恨不得3代人挤在一个10几20平米的一个胡同里，上厕所都不方便。那你说怎么办啊？这也是我们的生活，没办法，忍着吧您呢。